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搞他的女人。前世你听信学长的话被搞得家破人亡，重生归来你要先从他的女人下手，你也要让他尝尝绝望的滋味。此时你看着苏妍学姐发来的消息，嘴角勾出一抹邪笑。这个苏妍学姐比你大一届，是学长叶嘉文的正牌女友，同时也是你们学校的校花，肤白貌美，身材十分火辣，在外人眼里她是一个冰山女神，不过在你眼里她就是一个十足的颜狗加反差。对待你这种颜值极高的男生，她姿态会放得极低，就连邀请你晚上9点一起看电影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。别人或许无法理解苏妍的做法，但你却非常清楚其中的缘由，因为她的男友叶嘉文不行。叶嘉文虽然长相和身高都不错，但唯独在某些方面有点障碍。这个秘密还是前世有一次喝酒时，听叶嘉文自己发酒疯说漏嘴才知道。当时知道这个消息后，你也震惊很久。想不到苏妍和叶嘉文表现的那么亲密恩爱，其实背后一直在守活寡。这也解释了苏妍为什么总是有意无意的勾引你。可前世你太过于单纯，一直对苏妍敬而远之。不过这一世，你必定要站起来登。你毫不犹豫地拿起手机回复道：学姐，8点50在后街的夜色影院见，记得穿上那种黑色的轻薄袜子再过来哦。在魔都大学城上过学的人都知道，后街只有一些暧昧的私人影院，专门提供给热恋的小情侣，而夜色影院就是其中一家。苏妍秒回复：人家知道了，等会见哦。你咧嘴一笑，小浪蹄子，叶嘉文欠的账就先在你身上讨回点利息。你迅速换了一身衣服，直奔后街的夜色影院。想到苏妍那完美的身材和颜值，你也不禁心头火热。其实你完全可以约苏妍去酒店，但出于一些奇怪的心理，你更想追求一些别样的刺激感。来到夜色影院所在的小巷子里，你一眼就注意到苏妍的身影。尽管她戴着鸭舌帽和口罩，但她身上穿的黑色紧身连衣裙，以及裙下被黑丝包裹着的一双大长腿，还是让你一眼就认出了她的身份。你嘴角露出一抹邪笑，走了上去。这浪蹄子，比约定的时间早来了15分钟，怕是早就渴得不行了吧？美女，有兴趣一起看个电影吗？你嗓音低沉，右手自然地搂上苏妍的细腰。苏妍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，不过在看到是你后，撒娇似的用小拳拳捶了下你的胸口。哼哼哼，学弟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坏？竟然敢开学姐的玩笑，不怕你嘉文哥收拾你？苏妍虽然嘴上说着不要，但身体却很诚实，她的小动作自然被你看在眼里。不仅如此，她语气中带着撒娇和窃喜的情绪。可对你来说这并不奇怪，毕竟苏妍盯上你已经不是1天2天了，她早就把你当成了自己的猎物。现在猎物上门，哪有不高兴的道理？你表面上不动声色，慢慢将脑袋靠近苏妍的耳旁。学姐见谅，实在是学姐长得太美了，让我以为是哪家的仙女在这里。感受到你灼热的呼吸，苏妍的身体微微颤抖，双腿都有些控制不住的发软。她下意识的依偎在你身上求饶：学弟，我们快点进去吧，外面人多眼杂，我怕被人看见了。看到她这副样子，你也不客气，就这么搂着苏妍进到夜色影院里。你轻车熟路的开好房，搂着苏妍进到房间里，一关上房门，暧昧的气氛就起来了。苏妍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，不过你并不想这么简单粗暴，因为这样做实在太没情趣了。毕竟长夜漫漫，你慢慢享受当猎人的快感。片刻后，电影的情节逐渐升温，苏妍此时满脸潮红的缩在你怀里，连衣裙的肩带都微微滑落。她有些急了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不管她怎么暗示你，你始终保持一种暧昧的态度，对她浅尝辄止，不肯更进一步。这种不上不下的感觉弄得她异常难受。她轻咬着嘴唇，用迷离的大眼睛看着你：学弟，你能不能帮忙看一下，这上面的英文字母写的是什么呀？说话间，她的一双大长腿还在不断交叠，上面的英文字母还会随着光线不断变换着颜色。刹那间，你呼吸加重，毕竟和校花共处一室，还一直被诱惑着，能忍到现在已经算你定力过人了。可正当你想有所动作时，苏妍的手机突然响了。看到屏幕上的来电显示，苏妍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不过很快又镇定下来。她迅速将正在播放的电影暂停，然后接起电话，期间还对你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不用猜也知道，肯定是叶嘉文来电话了。亲爱的，怎么啦？苏妍甜甜的对着手机撒娇，语气听不出一丝异常。没什么，就来关心关心我家的小宝贝在干什么。由于房间里异常安静，你可以隐约听到手机里传来的声音。听到这个声音，你眼中闪过一丝怒意，但同时心中也升腾起一丝奇妙的感觉。我还能在干嘛？没人陪，只能在健身馆运动呗。女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看着苏妍那完美无瑕的侧脸，你嘴角微微勾起。饿了吧？边吃边打吧。这一夜地动山摇，这段不好看，我替你们看了。第二天日上三竿，苏妍悠悠转醒，浑身的酸痛让她知道昨晚并不是在做梦。学弟，杨晨学弟。苏妍喊了2声没人回应，她这才意识到你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，连声招呼都不打，果然是臭男人。苏妍恨恨地想着，不过再想到昨晚的事，她又觉得其实你走了也挺好的。就在这时，床头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苏妍眼中闪过几分不屑，然后摁下接听键。叶嘉文的声音传来：小宝贝早安，昨晚睡得好吗？不错呀。怎么啦，亲爱的？苏妍甜甜地回应着，不过脸上满是鄙夷。昨晚运动到几点？千万不要太过劳累哦。可怜的叶嘉文还在努力表现自己的绅士和体贴。苏妍撒娇道：我后面在练深蹲吗？还不是想把身材练好看点，让你带出去有面子。叶嘉文听后心头一暖，今天中午要一起吃饭吗？我在米其林酒店订了一个位置，今天有一位5星主厨亲自操刀，正好你昨天运动那么累，给你补补身体。苏妍委婉地拒绝道：算了，我身上有点酸痛，要休息一下。当苏妍和叶嘉文煲电话粥时，你已经完成晨练，在去食堂的路上了。毕竟你昨晚几乎一夜没睡，现在感觉身体像是被掏空。不过从昨晚的痕迹来看，叶嘉文是个纯纯的废人，没跑了。思索间，苏妍发来消息：老公，你去哪了呀？你真走了吗？没良心的小白眼狼，一点都不心疼人家，真是无情孽。看到这几条消息，你微微一笑，然后回复道：学姐，我上午有课，就先溜回来了，下次补偿你。魔都大学每周2下午都是学生选修的兴趣课，球队经常选这个时间组织交流赛，而你和叶嘉文都是篮球队的成员。想到这，你嘴角勾起一抹邪笑，变得有些期待起来。虽然现在整不死叶嘉文，但从他身上找点乐子还是可以的。就在这时，苏妍的消息再次弹了出来：小坏蛋，发了这么多消息，终于舍得理我了。听说你们下午有交流赛，我也会到场看，要好好表现呀。我特地给你准备了一些惊喜哟。你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昨晚的画面，这妖精。过了一会儿，你才好不容易压住心中的起念，简单回复苏妍后，你不禁琢磨起来，打交流赛的事情必然是叶
叶嘉文告诉苏妍的。以你对叶嘉文的了解，不用猜都知道，他就是为了装逼，有校花女友在旁边加油，自己再打出一些精彩的表现，岂不是人前显圣？这种事上一世叶嘉文就没少干，但如果在校花女友面前丢脸，事情会不会变得更好玩？你脑海中不禁浮现起一些有趣的画面。大概在2点45分时，叶嘉文也带着苏妍慢悠悠的到场了。苏妍的到来立马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就连同队的队友也隐晦的瞄了苏妍几眼。没办法，货真价实的校花实在太有吸引力了。而站在球场上的苏妍，此时正背着叶嘉文偷偷的给你发消息：学弟，等会好好表现哦，要是表现好，学姐会给你特殊奖励的捏。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学姐运动裤里穿了你最喜欢的巴黎世家，是红色的哟。库里斯，想不到10年前就有这种玩法，不得不说苏妍还是会玩。你瞥了一眼观众席上的苏妍，谁能想到穿的这么保守的校花，裤子里竟然是红色的巴黎世家。将手机收回包里后，你看着正在投篮的叶嘉文，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邪笑，随即便走上前去：嘉文哥，今天手感怎么样？你热心的传给叶嘉文一个球，他看见你脸上又挂起人畜无害的笑容，还不错，刚才投了5个进了4个。你见此也笑了笑：嘉文哥，真羡慕你有苏妍学姐这么好看的女朋友，要是我能找到这样的女朋友，祖坟都能冒青烟了。听到你的话，叶嘉文又是人畜无害的笑了笑：学弟，你长这么帅，泡个同年级的美女不是手到擒来？你闻言也是笑笑，并没有把叶嘉文的话当真。前世叶嘉文可以一边假装和自己称兄道弟，一边暗地里设计陷害自己，这种人的话你一句都不会相信。你来找叶嘉文聊天也就是单纯找乐子，毕竟叶嘉文还不知道，他昨晚和苏妍煲电话粥时，苏妍正在鸣谢自己呢。很快两边热身完毕，比赛正式开始。虽然是一场交流赛，但周围的观众很多，你的篮球水平一直就很不错。在完成一次远距离扣篮后，观众席上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。苏妍看到这一幕，感觉身体都软了几分，双腿也微微夹紧，看着你身上充血的肌肉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有的没的。而在看到叶嘉文那垂头丧气的模样时，他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屑，纯纯的废物。中场休息时，你口袋中的手机震了震，打开手机便看到苏妍发来的消息：老公，你刚才好帅呀，能不能来体育馆副馆的洗手间一下？人家忘记带纸了捏，我在最后一个隔间哦。看到这3条消息，你立马精神一振，学姐有急事，自己岂能袖手旁观？体育馆总共分为2部分，主馆是有2个大篮球场和展台，而副馆平时都被封闭，只有洗手间开放，因此很少人会选择去那里。不得不说，苏妍学姐懂得可真多。随即你便对教练说道：教练，我突然有点事，先出去一下。但在看到是你开口后，教练的老脸立马笑成一团。没事，去吧去吧，记得比赛结束时回来合影。你点头答应后，便套了件连帽卫衣钻出人群。很快你的身影就出现在洗手间附近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你还装作若无其事的在周围晃荡了一圈，确保周围没人后你才进入洗手间。与此同时，叶嘉文还在球场上奋斗，他趁着对手分神，好不容易摸进一个球，可转头一扫却根本没发现你和苏妍的身影，他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好不容易能装比一次，竟然没人看。而这时苏妍拿出一个盒子递给你：学姐给你买的最新款水果手机，最大容量，乖乖收好。此时的苏妍像极了女王，让你生出一种小白脸的感觉。这时候你才突然意识到，好像苏妍的家境也非常不错，而且是不输给叶嘉文的那种。不过由于前世你刻意和苏妍保持距离，所以了解的也不太多。就在这时，洗手间的大门被人踹开，同时一阵脚步声传来，还夹杂着叶嘉文愤怒的声音：杨晨这个臭屌丝不知道今天吃错什么药了，表现这么猛，害我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。一旁的小弟询问道：叶哥，我们要不要找个时间弄下他？叶嘉文摆了摆手：不急，我找个时间和刀哥吃下饭，让他安排几个人来做这事，否则为了这个屌丝被处分不划算。在卫生间里的你听到这些对话，心中不禁一阵冷笑，看来叶嘉文此时已经急了，所以找到副馆的厕所来发泄情绪。而由于最里侧的隔间隐藏在拐角处，因此他们没有注意到里面有人。听到这话，苏妍脸上也闪过一丝愠怒，显然对叶嘉文有些生气，他不容许有任何人伤害你。叶嘉文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开口问道：对了，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苏妍在哪里？老大，嫂子好像看到一半就走了。苏妍这个臭女人，确定关系到现在连手都不给我摸，天天那边装清高。骂完叶嘉文似乎还不解气，直接将手机砸在地上泄恨。听到这话你大为意外，之前你一直以为她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放的妹子，没想到叶嘉文连手都没有牵到，这让你不得不重新考虑和苏妍之间的关系。原本你只是把苏妍看成一个报复叶嘉文的工具，但现在看来，如果她没有什么坏心思的话，自己也可以对她好点。不过现在嘛，想到这里你不禁笑了笑，自然的贴在苏妍耳边：学姐，叶嘉文在外面呢，你知道该做什么吗？苏妍见此调皮的吐了吐舌头，不知道捏。半个小时后，你简单整理了一下裤子，先行离去。至于苏妍，则要在卫生间补补脸上的妆，因为刚才一不小心水溅到脸上了，回寝室冲了个凉水澡。你美滋滋的躺在床上，一手喝着西瓜汁，一手玩着刚换上的水果。不得不说，新手机就是香，更何况这还是校花苏妍送的手机。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怕是不少苏妍的舔狗要心梗发作。就在这时，你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屏幕上显示着一个陌生的来电。这个点，谁会给自己打电话呢？您好，是杨晨杨先生吗？是我，请问你是？您好，尊贵的杨晨先生，非常抱歉打扰到您，我是江畔至尊的物业管家，我已经将您的房产证和相关手续资料送到您的学校门口，请问您现在有时间出来拿吗？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，你微微一愣，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到了。你先在旁边的学生街找个地方停，我等会过去找你。说完，你挂掉电话，立马从床上跳了下来。这是你重生归来利用杠杆赚到的第一桶金。10分钟后，你悠闲地骑着共享单车出现在学生街。学生街其实就是后街，只不过你怕江畔至尊的管家听不懂，所以才说的学生街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路口显眼位置处停的劳斯莱斯就是管家来接自己的专车。毕竟江畔至尊是现在魔都最顶级的住宅，里面住的人都非富即贵，物业有这个实力也不奇怪。你随即下车，想要将共享单车停在专门的停放区。不过这时你发现一个大长腿正倒在前面，正好堵住了共享单车的停放口。这个大长腿长发披肩，身材前凸后翘，看起来经常健身，尤其是蜜桃臀，让人看得非常想入股做股东。乍一看他比苏妍的身材还要火辣。他此时背对着你，穿着一件瑜伽裤和健身衣，
手臂上挎着一个驴牌包包，看起来非常精致。欣赏了2眼这曼妙的身材后，你礼貌地说道：“美女，可以麻烦让个道吗？”大长腿闻言转头看向，当看到你帅气的脸庞时，他先是眼睛一亮，不过在扫了一眼你的打扮以及手上推着的共享单车后，大长腿的眼睛中不禁露出了一丝鄙夷。虽然人长得是帅，可这也太穷酸点了吧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骑共享单车？原本还想向你要微信号的大长腿，立马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随即冷哼了一声，便抬腿朝路口走去，似乎和你这种穷人在一起很贬低自己的身份似的。对于大长腿的举动，你倒是满不在乎。前世自己艰难创业时，什么冷眼和嘲讽没有受过？这种拜金女的表现，在你看来再正常不过了，根本不会对你的心境造成任何影响。不过你对这个大长腿的脸倒是有些印象，她好像是隔壁魔都舞蹈学院的校花张雨绮。你对她的印象深刻，倒不是因为她的脸和身材，而是她身上曾经爆出的绯闻。据说张雨绮大4的时候和某著名胡姓富二代分手，拿了一笔300多万的分手费。当时这件事在魔都大学城也是闹得沸沸扬扬，让得知此事的你震惊了许久，最后只能感叹一句：有钱人的世界是真不懂。不过这一世如果有机会尝尝张雨绮的味道，你也不会拒绝。从活一世，你把许多事情看淡了很多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束缚，更多抱有一种游戏随性的心态。只可惜人家看不上自己。你笑了笑，然后走向了劳斯莱斯。此时正在路口等人的张雨绮看到你竟然紧跟着自己，不由得眉头一皱：你跟着我干嘛？我没兴趣和你这种屌丝交朋友。听到张雨绮的话，你也不反驳，反倒是眼神玩味的看着她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张雨绮虽然是拜金了点，不过身材硬件是真的好，长相有点女王相，而身材又是异常火辣，和苏颜的御姐风截然不同，有一种让人想要征服的欲望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劳斯莱斯车门突然打开，一位穿着燕尾服的中年管家从车上走了下来。尊敬的杨晨先生，我是江畔至尊的管家刘红，这是您的房产证和相关手续文件。管家刘红在说话的同时，将手中的一袋文件双手递给你。谢谢。你客气地接过刘红手中的文件袋，眼前的一幕直接将一旁的张雨绮镇住了，尤其是江畔至尊几个字，更是让他如雷贯耳。作为内心极为拜金和虚荣的人，他不仅对各种名车名表如数家珍，而且对魔都各大高档小区豪宅也非常了解。张雨绮万万没有想到，眼前这个穿着一身地摊货的年轻帅哥，竟然拥有如此惊人的资产。想到刚才对你的冷嘲热讽，张雨绮现在心中后悔无比。如果刚才对你态度好一点，是不是现在就能和你一起坐上车，去江畔至尊见见世面？如果能找机会把你伺候好的话，以后成为那里的女主人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此时张雨绮连你们孩子的名字都已经想好了，不过她心里追悔万分的同时，还是打算争取一下。那个小帅哥，刚才不好意思，今天我失恋了，心情有点不好，所以刚才对你乱发脾气，实在是太对不起了。能不能加个好友？我想单独请你吃个饭赔罪一下。张雨绮轻咬着嘴唇，一双大眼睛可怜兮兮的看着你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。她还刻意的把身体前倾，不经意间露出了一些风光。要是一般的大学生看到校花这副模样，早就魂都不知道飞哪去了。不过你却是目光清澈，玩味的凑到张雨绮耳边：学姐，如果你诚心想赔罪的话，明晚9点，今夜私人影院门口见，就穿今天这身瑜伽服。你眼光向下一瞥，又补充了一句：如果能在小1号就更好了。这2句话直接让张雨绮的脸色通红。今夜私人影院，她虽然没有去过，但也知道那是小情侣的约会圣地，而晚上9点场的电影更是一个名事。一时间她陷入无比的纠结中。原本她还以为你只是个懵懂无知的少男，没想到居然是久经沙场的老手。如果答应你，那么就意味着自己保留多年的筹码就要消失，而如果不答应你，就意味着她将失去和土豪做朋友的机会。想到这里，张雨绮还是咬咬牙对你轻声说道：我答应你，明晚不见不散。听到这话，你轻声一笑，在熟透的水蜜桃上猛地一敲，随即便走上劳斯莱斯。望着一骑绝尘的劳斯莱斯，张雨绮眼神有些迷离。聊张雨绮只不过是你一时兴起，在你眼里，张雨绮也就是个拿来解锁新姿势的玩具而已，根本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女朋友。对于你来说，这只是一个小插曲。上车后就全然抛在脑后。自从和苏颜解锁厕所隔间这个新成就后，她就变得非常黏着你。这才一上午没见，就不断给你发来消息：老公，你早上去哪了呀？刚才路过你们教室都没有看到你呢。下午叶嘉文请我和闺蜜去看电影，你要不要也一起来？听说电影院里很黑哦，你可以偷偷对人家做坏事捏。看到这条消息后，你脑海中立马就有了一些画面感。中影国际这家连锁电影院你是知道的，和几年后的主流影院不同，目前的主流影院还是大剧目式的影院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可以同时容纳200-300人的影院，看同一个大屏幕。而许多想找刺激的小情侣，偶尔也会在凌晨场来这里看电影。你记得前世来看电影的时，有时还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。如果在这种地方，前排叶嘉文在专心致志的看电影，而后排你和苏颜在做一些奇怪的事，这也太有趣了吧？苏颜到底在哪里学了这么多奇怪的知识？你瞬间有些绷不住了。关闭苏颜的微聊框，你深吸了几口气，才平复有些躁动的心情。与此同时，在魔都大学的食堂内，一对俊男靓女正面对面坐着吃饭，尤其是戴着棒球帽的校花苏颜，桌下一双耀眼的大长腿吸引了所有雄性的目光。她此时正玩着手机，嘴角弯起一个好看的弧度。坐在对面的叶嘉文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：宝贝，什么东西这么好笑？闻言，苏颜关掉手机，看向叶嘉文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，随即她甜甜一笑：没什么，只是想到一些高兴的事。下午瑶瑶要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，她也想看最新上映的那部文艺片。你也知道的，瑶瑶她只有我一个朋友，你应该不会拒绝的吧？她也很想见你呢。苏颜轻咬嘴唇，用无辜的眼神看着叶嘉文。听到这话，叶嘉文脸色一僵，似乎想到什么不那么美好的回忆。苏颜口中的瑶瑶是她的室友，最主要的是这个瑶瑶体重200多斤，同时只有1.6米不到的身高，看起来大概有2个叶嘉文一样宽，而且长得贼拉丑。每次只要叶嘉文单独邀请苏颜去外面吃饭或者干嘛，苏颜就必定会叫上他这个室友。叶嘉文每次看到他都有些倒胃口。最离谱的是，他这个室友瑶瑶一点都没有自知之明，每次都死皮赖脸的当电灯泡，而且还总是趁苏颜不在时对他动手动脚，像是一头发情的母猪往怀里裹，嘴里还一直喊着咯咯咯咯的。想到那个画面，叶嘉文胃里一阵翻腾。要不是看在他是苏颜室友的份上，以及要维护自己的暖男形象，叶嘉文都想直接一拳捶死这个
瑶瑶。过了一会后，苏妍的消息传了过来，乖宝贝，来宝相城了吗？电影已经开始了哦，我穿了超短裙，里面还配了一双渔网袜，看到我穿这身，叶嘉文的眼睛都直了。看到这句话，你眼睛也直了。不得不说，玩还是学姐会玩。按耐住心中的躁动，你坐电梯直达商场里的电影院，在前台买了张电影票，你便进到黑漆漆的影院中。影院里放映的是最近很火的科幻电影，你从后门悄悄摸了进去，很快就找到苏妍所在的第12排。借助屏幕的光亮，你立马就看到叶嘉文和苏妍，他们俩一左一右，中间还坐着一个重量级的坦克。不出意外的话，那个坦克就是苏妍口中的瑶瑶了。看得出来，瑶瑶确实很喜欢叶嘉文，一直有意无意的往叶嘉文身上靠。当屏幕中播放的画面很刺激惊险时，他还会害怕的抱住叶嘉文的手臂，脑袋还往叶嘉文胸前蹭。可以看到叶嘉文的嘴角在疯狂抽搐，但似乎又无可奈何。你在他们后面3排的位置坐了下来，而后又掏出手机给苏妍发了一条消息。在进门时你特地观察过，这个点来看电影的人并不多，后面几排的位置根本没有人，而苏妍他们所在的位置已经属于比较靠后的，因此你周围的环境非常安全。估计按照叶嘉文原本的设想，是想和苏妍2个人来看电影，然后趁机对他动手动脚。没想到苏妍直接把瑶瑶给叫过来当挡箭牌，而且还私下约了自己。叶嘉文的精心安排都给自己做了嫁衣，要是他知道的话，会不会直接气得吐血？你嘴角勾起一抹邪笑，关上手机静静等待。与此同时，坐在前排的苏妍感觉到手机一阵震动，便迫不及待地打开看了一眼，看见是你发的消息，她的嘴角也弯起一抹好看的弧度，像是妲己的笑一般妖媚。摘掉3D 眼镜，苏妍看向一旁的瑶瑶和叶嘉文，本打算解释2句，但发现瑶瑶正在专注地和叶嘉文卿卿我我。苏妍亲眼看着瑶瑶的胖手抓着一把爆米花，强行塞进了叶嘉文的嘴里，偏偏叶嘉文一脸的抗拒，但为了维持自己的风度和形象，只能含泪吃下这口爆米花。苏妍打消了和他们解释的念头，就他们俩这亲热劲，怕是等到电影结束，叶嘉文和瑶瑶也意识不到自己已经不在座位上了。苏妍悄悄起身，很快就找到了坐在后排的你。哥哥，人家都1天没见到你了，你好想你呀，见你还没什么动作。苏妍那娇柔的身躯就缠了上来。放心，我有一个闺蜜在这里监制，她跟我说这间影院的监视器都坏掉了。她一边说着一边在你耳边吐气，你立马就有种触电的感觉。黑暗中，苏妍的表情魅惑的像苏妲己在世。随即你轻声问道：真的要在这里吗？苏妍认真的点点头，真要在这里跳王心凌的爱你，会不会太社死了呀？你不死心的又再次向苏妍确认道。苏妍有些生气，你跳不跳嘛？人家一个女孩子都不怕。你无奈只好妥协，随即便在后面开始跳最近火起来的舞蹈。而此时电影院里上演着奇妙的一幕，当你和苏妍接吻的时候，瑶瑶正在为叶嘉文吃爆米花；当你和苏妍在跳王心凌的爱你时，叶嘉文则被瑶瑶抱着摇摆。1小时的快乐时光就这么过去。虽然对于你来说快乐是真的快乐，但是对叶嘉文来说，这个快乐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快乐了。此时影院内的灯光开启，观众接二连三的陆续散场。当苏妍一瘸一拐的回到座位上时，这时你才注意到苏妍短裙下的渔网袜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翼而飞。难道说刚才自己手劲这么大的吗？在跳舞的时候把他渔网袜都给撕坏了。你热情的朝叶嘉文打了个招呼，嘉文哥。听到这个声音，叶嘉文气愤的转过头，随即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。杨晨学弟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你开口说道，我就是突然想出来看个电影，周围人都没空陪我来，所以只能一个人来看。不像是嘉文哥你，还有苏妍学姐陪你，真好。你装作一副落寞的样子，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。随即你还朝旁边的苏妍打了个招呼，苏妍学姐，你膝盖好点了吗？话语中似有所指。听到你的话，苏妍偷偷白了你一眼，没事了，就是还有些痛。坏学弟就会欺负我。感受到叶嘉文疑惑的眼神，苏妍揉了揉通红的膝盖，委屈的说道，刚才袜子不小心被什么东西勾到，还好有杨晨学弟及时扶我，才没摔得太惨，回去再抹点云南白药就行了。听到苏妍的话，迷迷糊糊的叶嘉文恍然大悟，也感激的对你说道，杨晨学弟，幸好有你。你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，摆出一副受之有愧的样子。嘉文哥太客气了，照顾学姐不是应该的吗？你随即摆摆手道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了，再见。你不理会苏妍幽怨的眼神，一溜烟就跑了，只剩下各怀心事的3人。思索了一会，叶嘉文觉得这是个乘胜追击的好时机，于是对苏妍说道，晚上一起吃个饭，我在旁边一家米其林3星酒店订了晚餐。苏妍开口说道，算了，下次吧，最近爱你跳多了，大腿有些酸。见状叶嘉文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能装出一副绅士风度，好吧，那我送你们回去吧。随即3人也离开了电影院。如果看到这一幕，你或许会再次感谢叶嘉文，专程送女朋友过来，还专程送回去。第2天中午，你和室友出去吃饭时，又遇见了苏妍和叶嘉文，你脸上带着微笑，热情地拍了一下叶嘉文的肩膀，嘉文哥，好巧啊。苏妍看到你后，眼睛中闪过一丝雀跃，看到江基和李健跟过来后，你随即介绍道，这俩是我的室友，叶嘉文，我球队的学长。你介绍完后，李健热情地握住叶嘉文的手，随即5人一起上到3楼。杨晨学弟，快过来坐。叶嘉文热情地招呼道，你装出一副憨憨样，正打算坐到叶嘉文的旁边时，没想到李健突然一个箭步越过了你，先在叶嘉文的身边坐了下来，而如此一来，苏妍旁边的位置就留给了你。你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苏妍，正巧这时候苏妍也盯着你，一双大眼睛里露出似有若无的魅惑，她洁白无瑕的手轻掩着脸颊，嘴角偷偷朝着你勾起一抹狐狸般的笑容。看到她这副模样，你已经猜到了她心里在想些什么。嘉文哥，实在抱歉了。你只得挨着苏妍坐了下来。看到你坐在苏妍旁边的座位，叶嘉文脸上闪过一丝阴霾，他把苏妍视作自己的痉挛，哪里会允许别的男人靠苏妍这么近？尽管心中很不爽，叶嘉文表面上还是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。杨晨学弟，先看看菜单。你憨憨地点点头，随即众人翻开了菜单。而就在你也准备翻开菜单的时候，一个冰凉柔软的物体突然碰到了你的小腿，你不禁一个哆嗦。就在这时，李健也发出了一阵类似的声音，不过李健发出这个声音的原因和你有所不同。刚打开菜单，李健就倒吸了一口凉气。第一页写着老农夫餐馆的招牌菜佛跳墙288元。看着3人不约而同的动作以及倒吸凉气的声音，叶嘉文非常满意，心中感到一阵暗爽。一想到让你在苏妍面前丢脸，叶嘉文心中就会出现一股莫名的快感。但殊不知桌下的你正和苏妍在纠缠。
缠，压根就没注意到菜单上写的是什么。李健声音颤抖地说道：“嘉文哥，这菜单的价格怕不是标错了？”叶嘉文似笑非笑凑过来看了眼菜单，随即他神色淡然地解释道：“这个帝王蟹就是这个价格，这是歪果品种，只有一些深海地区才有生产，所以就这个价格。其实这种蟹肉吃起来口感也很一般，还不如咱们华夏本土的螃蟹好吃。”说完这番专业的话，叶嘉文心中有些自鸣得意，他最喜欢这种人前显圣的时刻，尤其是在苏妍面前。但殊不知，当他转过头和李健说话时，一旁的苏妍早就已经满脸红晕，身体绷直，完全没听到叶嘉文在说什么。就在这时，叶嘉文转头看向杨晨学弟：“看菜单了吗？有什么想点的？”叶嘉文突如其来的动作让苏妍的身体有些紧绷，力道突然有些控制不住。你倒吸一口凉气，双手微微发颤。看到你的表情以及颤抖的双手，叶嘉文心中的鄙夷更甚。臭屌丝，表现还不如你俩室友呢。看个菜单至于吗？过了一会，你才声音发颤的说道：“嘉文哥，这菜也太贵了吧，我们1个月的生活费才1000块，怕是吃不起这家餐馆。”你的眉头紧皱，像是在强忍着什么一样。这副模样在叶嘉文的眼里则是妥妥的窘迫。与此同时，一旁的李健和江新瑞也附和道：“是啊，要不嘉文哥你和苏妍学姐吃吧，我们3去楼下食堂吃就行。”看着3人寒酸的模样，叶嘉文心里爽到不行，尤其是你那有些窘迫的表情，更是让他倍感受用。叶嘉文大手一挥，就多几双筷子，难得今天碰在一起吃个饭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今天我请客，你们随便点，放开了吃。随即叶嘉文将目光放在苏妍身上，语气温柔地问道：“妍妍，今天想吃点什么？”他发现苏妍此时的状态有些奇怪，脸上红扑扑的，额头上微微有一层细汗，看起来似乎很热的样子。难道是穿巴黎世家太热了？他下意识地往下瞥了一眼，发现苏妍的腿已经完全笼罩在厚厚的餐桌布底下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不等苏妍回答，叶嘉文便绅士地把纸巾盒递到苏妍面前：“天气有些热吧，先拿纸擦擦汗。”随即他对一旁的服务员小姐姐说道：“麻烦帮我把空调的温度再调低一点。”叶嘉文此时的表现妥妥的暖男无疑，可殊不知他的举动让一旁的你看得有些想哭。太贴心了，嘉文哥。苏妍身体微微侧着，用左手抽了一张纸，轻轻地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对叶嘉文甜甜一笑：“谢谢。”如果叶嘉文看得仔细的话，会发现苏妍的嘴唇有一些发白，就好像脱水一般。只不过苏妍的身体是侧对着叶嘉文的，在长发的遮挡下，叶嘉文并不能看得很真切。我就不点了，让杨晨学弟来点吧。说话间，苏妍突然从鼻腔里发出一声奇怪的声音，不过很快就遮掩过去。叶嘉文也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声音，但没有多想，随即他脸上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：“杨晨学弟，其他菜都让你来点吧。”就这样，你一边享受着苏妍的按摩，一边往后翻着菜单，紧接着你露出一副震惊的表情，这让叶嘉文心中更是感到一股装逼的快感。这次倒不是你故意装的，是因为苏妍的感觉节奏突然加快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你的表情变成了如释重负，随即你喘了一口气，对着面前的菜单随便点了几道菜。而苏妍这时突然站起身说道：“我去洗手间一趟。”叶嘉文对他露出暖男般的微笑，看得出来苏妍刚才就热得冒汗，现在去洗手间补个妆什么的太正常了。很快包厢里就剩下4个男人，话题也随之变得开放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你感觉到口袋里的手机震了震，拿出来一看，发现竟然是苏妍发的信息：“老公，我的手刚才被你弄脏了，能不能拿点纸到卫生间给我呀？还是最里面一格哦，不要找错了，动作快点，时间太长就不好了。”看到这2句话，你的嘴角不自觉地勾起。不过现在过去不太好吧？会不会有点太明显了？就在你犹豫不决时，叶嘉文有些好奇地问道：“杨晨学弟，有什么事吗？”你见此内心一叹，站起身有些焦急地说道：“家里人突然有事找我先出去打个电话，我2个室友就先麻烦嘉文哥你照顾了。”叶嘉文露出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：“放心去吧。”你走出包厢后径直就往厕所走去。由于现在是中午时段，再加上老农夫这个餐馆价格比较高，因此整个餐厅的客人并不多，这倒是方便了你和苏妍。来到男厕所最里边的隔间，你在门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，很快隔间门就被打开了，同时还露出一段洁白的手臂。这段我大概形容一下：过了一会，窗外原本晴空万里的天气，顷刻间变得大雨倾盆。这一次行人忘记带伞，但由于情况紧急，只能大胆冒雨前行，毕竟没有伞也是安全的。啪嗒，一个不小心，行人用力踩进了小水坑里，溅起了一朵小水花，同时也溅到了旁边美女的丝袜上。所幸的是，美女并没有怪罪，行人露出一个歉意的微笑，继续朝着家的方向冲刺。在你和苏妍奋力奔跑的同时，外面的服务员提前来找叶嘉文结账了，毕竟今天点的菜金额较大。叶少，您今天总共消费151200，我给您抹了零头，就算您15万，请问是刷卡还是付现金？瞬间叶嘉文的脑瓜子嗡嗡的，15万，在叶嘉文原本的预算里，这一顿最多也就几千块钱吧，15万是什么鬼？为了不在众人面前丢脸，叶嘉文硬着头皮说道：“我另一张银行卡放在寝室了，我现在给家里打个电话，让他们把钱转过来，等会再过来付款。”叶嘉文说完，随即朝着厕所的方向走去。在这里打电话实在太丢脸了，只能去找个安静的地方。很快他就找到了男厕所，随便进到了一个隔间里，他丝毫没有注意到旁边隔间门的门锁是红色标志，意味着里面有人。没过多久，隔间里就响起了叶嘉文的声音：“妈，我最近想报个考托福的英语班，现在手头上的钱不够，您那边现在能不能给我转一点？这个托福班不贵，15万就行。”听到这话，隔壁的你瞬间绑不住了，感情叶嘉文这傻鸟卡里钱不够，来卫生间里朝自己家里人要钱来了，真是废物啊！花着家里人的钱装逼，自己又没什么本事。趴在前面的苏妍显然也是听出了叶嘉文的声音，他回头朝你魅惑一笑，眼神中也多少带着点对叶嘉文的嘲讽。他对你是绝对忠心的，因此内心也是非常瞧不起叶嘉文，不仅是个废人，还是个妈宝男，根本就不像你这么有男子气概，还这么的强壮。沉寂了数十秒，隔壁叶嘉文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“老爹，这不马上情人节了吗？我想给苏妍准
准备个情人节礼物，您看能不能赞助我一些钱？爱马仕包包也不贵，就20万左右。叶嘉文的语气非常自然，显然不是第一次干这件事了。很快，叶嘉文老爹的声音就从手机里传了出来，他老爹声音浑厚，说话中带有一股上位者的气场，甚至连隔壁的你都能清晰地听到他们的对话。你和苏妍的关系进展得怎么样了？都已经在一起半年多了，怎么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？拿下苏妍就等于拿下苏家，苏天海只有他这么一个女儿，宝贝的不得了。要是你们的关系稳定，等到毕业结婚后，他们苏家的东西不就全都是我们的了？听到叶峥嵘的话，你眼中闪过一抹灰暗之色，这些话里的信息量非常大，你也没有想到，原来叶嘉文追求苏妍里面竟然有这么一层隐秘的原因。叶嘉文看上的不单单是苏妍校花的身份和条件，而是她的家世，而且这一切背后都是他的老爹叶峥嵘在操纵。听到这里，你突然也有些明悟，叶嘉文前世从自己手中谋取核心技术的手段，和现在叶峥嵘说的话何其相似，简直就是如出一辙。前世的你就是在没有防备的前提下，被叶嘉文窃取到了公司的核心技术，最后又和其他公司串通，搞得公司的资金链断裂，逼得你无奈自杀。就在你思考之际，隔壁手机里的声音再次传来：你不要嫌老爹烦，老爹说的话都是为你好，我们家就你一根独苗，等我老了这些东西不都全是你的吗？苏天海的天海地产集团虽然是我们的合作伙伴，但迟早有一天也是竞争对手，如果不拿下苏妍，以后苏家可能会成为你的敌人。如果你拿下苏妍，等到吞并掉苏家后，我们正荣房地产集团就会立马一跃成为一线房地产商，到时候我们叶家的子孙后代就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这一次叶峥嵘的话少了一些严厉，多了一些苦口婆心。不得不说叶峥嵘说话确实很有水平，要不是他们正在讨论的是肮脏卑劣的内容，你都觉得叶峥嵘是个一心为儿子考虑的好父亲了。此时的你心中只有厌恶，难怪叶嘉文后来会做出这么卑劣的事情，究其根本完完全全就是跟他老爹叶峥嵘学的，这更加坚定了你将叶家彻底整垮的决心。就在这时，跪在地板上的苏妍眼中闪过一丝愤怒，你摸了摸苏妍的脑袋，给了她一个安心的表情，挂掉电话。叶嘉文哼着小曲就走出卫生间，殊不知他和叶峥嵘的对话已经一字不落的让你和苏妍听到了。20分钟后，你和苏妍先后返回到8号包厢中，在看到叶嘉文时，你一副满面春风小人得志的样子，看见你叶嘉文立马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，假装热情的招了招手，打一个电话怎么花这么长时间？家里没事吧？赶紧过来吃饭吧，菜已经上齐了。你也热情的回应着他，随即便坐了下来。5分钟后，苏妍也姗姗来迟，如果细心的话，可以发现他腿上的巴黎世家已经不见了踪影。然而叶嘉文此时正在兴头上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这一顿饭算是吃的主客皆宜，你3人大吃大喝，白嫖了叶嘉文一波。饭后5人在食堂楼下告别，李健紧紧握住叶嘉文的双手，眼中泛着些许泪花。嘉文哥，你真是个好人，今日盛宴甚是美味，下次何时还能在老农夫相聚？听到这话，叶嘉文神色一僵，脑门上的青筋跳了2下，白吃白喝还特么发好人卡，还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在老农夫相聚，怕不是想再白嫖我一波吧？随即他皮笑肉不笑的说道：咱们有缘自能再相见。江基立马感慨道：真希望能天天见到嘉文哥。叶嘉文又是脸色一僵，没想到这个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分头看起来人畜无害，竟然还想天天白嫖我。在他心中，你的寝室已经被彻底打上了屌丝寝室的标签。好不容易摆脱完2人的纠缠，叶嘉文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表情对你说道：杨晨学弟，别忘了队内比赛结束还有晚上的球队聚餐，不见不散。说完，叶嘉文的眼神中闪过一丝阴鸷，在上次比赛后，他已经暗中和刀哥联系好，准备在后天聚餐完对你动手。他们的计划很简单，就是等你喝醉后，由叶嘉文带到后街的一条无人小巷中，然后交给刀哥的一位小弟收拾。刀哥的这个小弟外号橘子，得到这个外号的原因无他，因为他的爱好有点特殊，平时就喜欢细皮嫩肉的小白脸。当橘子看到你的照片时，兴奋的身体都颤抖了。叶嘉文一想到那种美丽的画面，嘴角不自觉地向上勾起。看着叶嘉文那张虚伪无比的脸，你也装出一副憨憨的样子，然后笑着说道：嘉文哥，晚上见了，今天谢谢款待了。虚情假意的寒暄完后，几人便分道扬镳，苏妍和你们3人各自回寝室，而叶嘉文则往校外走去。临近黄昏时，刀哥来到叶嘉文订的包厢，见到刀哥后，叶嘉文赶紧站起身招呼，跟个陪酒小弟似的给一旁的刀哥倒酒，表情很是恭敬。刀哥全名陈大刀，因为脸上的一条疤痕而得名，主业是开了个汽车维修厂，而所谓的小弟也都是他手底下的员工。由于他先前帮一个来店里洗车的富二代解决了一点麻烦，所以刀哥这个名头就在富二代的圈子里传开了。现在许多富二代都会花钱请他办事，叶嘉文之前已经和他合作过一次，所以刀哥一上来也是轻车熟路的和他商讨：叶老弟，上次你说的那件事，我回去后又和兄弟们商量了一下，也制定了一个相对详尽的计划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这次决定派出7个小弟，除了橘子外，还有6个小弟负责接应你。叶老弟，你到时把那小子灌醉后带到后街那片垃圾堆附近，那边的位置比较偏僻，也没什么摄像头，到时我的6个小弟会负责接应你，然后把这小子带到订好的宾馆里，我们已经布置了好几个机位，等到试完试后，再把这些视频的储存卡交给老弟你，这样即便中途出了什么问题，也和叶老弟你没什么关系。这个安排怎么样？刀哥一脸真诚地说道，好像完全在为叶嘉文考虑。而叶嘉文一听到这话，心中直接1万头马奔过。先前和刀哥说好的计划跟这个差不多，之前只要3个小弟配合就行，结果这次直接多了4个。杨晨又不是猪，需要6个人抬，恐怕为自己考虑是假，主要是为了再宰自己一波吧。叶嘉文这么精明的人，瞬间就看出了刀哥的意图，但他敢怒不敢言，毕竟他想整你只能靠刀哥出手。随即叶嘉文装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，又站起来给刀哥倒了一杯酒。刀哥，你真是我亲哥，啥也不说了，都在酒里，我干了。就此针对你的狙击计划便完美敲定。虽然被刀哥宰了一波很不爽，但叶嘉文很快就把仇恨转移到了你身上，他现在恨不得马上就开始这个计划。想到你被橘子压在床上的模样，叶嘉文心中就涌起一股扭曲的快感。